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前面几集我们去了 TensorFlow 的游乐园 Playground 逛了很久，玩得非常嗨。我们很直观的就了解了神经网络的样子以及它的功能。今天我们就神经网络的不同任务的种类再展开的聊一聊。神经网络的任务可以分为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以及强化学习。监督学习 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输入的数据是已知的，或者说数据的结果是已经被人类标记好的。用机器学习的术语就是这些数据是有标签的，或者说标记过的数据。比如我们之前水果分类器的例子，当我们对一个水果进行测量时，我们就已经知道测量的是苹果还是香蕉。对于过往的股票市场每一天的价格波动也是已知的，利用这些已知的数据训练神经网络，我们就称之为监督学习。监督学习的目的是用已知的数据训练出可靠的神经网络，用来预测之后没有标签，也就是未知的数据。比如教会机器人认识水果，对第二天的股价进行预测，人类小孩的学习都属于监督学习。比如说父母和老师他会告诉小孩什么是苹果，那么什么是挖掘机也会告诉小孩1+1等于2，这些都是监督学习。监督学习的任务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类是分类，另外一个是回归。分类我们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再拿水果分类器做例子，它的任务就是分类，把不同种类的水果识别出来。神经网络做到分类任务的时候，核心就是要把决策边界找到，也就是找到那条分界线让我们再打开 TensorFlow Playground 的网站 playground.tensorflow.org， 那么右上角有一个 Problem Type， 问题种类，它的默认选项就是 Classification， 也就是分类。我们之前在这个网站上设计的各种神经网络完成的任务就是分类。很显然这4幅图中的点是蓝色的还是橙色的，是已经知道的输入数据，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监督学习。再看看这4幅图，最简单的就是蓝点和黄点左右分开的图形，最复杂的就是蓝点和黄点呈螺旋形缠绕在一起的图形。我们用黄点和蓝点左右上下分开的图形再来展示一下，可以看到很快这个图形就会被白线所分割，也就是蓝点区域和黄点区域的分割线。在分类问题中，目的是预测某个数据所属的类别，这种类别是非常清晰的，没有中间地带。这幅图里只有蓝点和黄点，没有处在中间的点，所以输入图形也好，输出图形也罢，都是黄蓝分明的。在水果分类器中，水果图形虽然可能也是有多个的，但是如果结果是苹果，就不可能是香蕉、西瓜等等其他的水果。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分类的结果是离散的。这类任务还有诸如像垃圾邮件侦测、图像或者视频中的物体识别，客户评论的感情分析，是满意的啦还是不满意啦等等的，那么这些都属于分类。另外一类监督学习的任务就称之为回归。回归是什么呢？换一种说法就是拟合。比如说在一个平面坐标系里有一堆红点，这堆红点画在坐标系上，看上去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一眼就辨认出这些红点的排列接近一条直线。这时神经网络的任务就是找出这条直线的位置，就像这样。类似这样的任务我们就称之为回归。很显然这些红点的值也已经是已知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监督学习。回归就是要在一堆数据里找到最好的一个模型，来最大程度的拟合这些数据。比如说刚才这些图形，横坐标可以是一个小区中的房型的面积，纵坐标可以是整套房的价格，那么这些点对应的就是某个房型的面积和价格。很显然我们不仅会遇到像一条直线一样的数据，也会遇到像一条曲线一样的数据，如同屏幕显示的这样。
我们不仅会遇到2维的数据，也会遇到3维以及更多维的数据。更多维的数据其实才是常态，毕竟2维的东西人类一目了然，一笔就可以画出来了。3维的东西人类也可以勉强的画出来和想象出来，但是多维的情况就只能借助数学和神经网络来做了。多维是什么？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其实非常简单，大家不用去想象多维是什么，看数字就好了。2维就是括号里面2个数字，比如 1.5 和 3.2， 3维就是括号里面3个数字，比如说 1.5 3.2 和负的 0.8， 4维就是括号里面4个数字，比如说 1.5 3.2 负的 0.8 和 2.6，以此类推。1万维的话就是括号里面1万个数字而已啊，是不是很简单？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来看看3维的情况下怎么用神经网络来完成回归的任务。对的，我们再一次打开 TensorFlow Playground 的网站 playground.tensorflow.org， 我们把右上角的 Problem Type 改成 Regression， 也就是回归。这时我们可以看到输入数据的图形也变了，我们选择右边一幅图，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里的蓝点和橘黄色的点颜色不是那么正了，有一些淡蓝色的点，也有一些淡橘黄色的点，还有一些白点。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图像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蓝色越正，它就越接近于1，橘黄色越正，这个点的值就越接近-1，点的颜色越接近白色，它的值就越接近于0。和分类任务不同，在分类任务里面，蓝点和橘黄色的点取值不是1就是-1，所以它们的颜色都很正。这里的输入图形中的点的值是-1和1之间的一个值。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形转化成3维的一个图，那么它看上去是这样子的。大概是这样子的，在平面图形中，3维蓝色的点在3维坐标系中会向上突出，形成3个小山包一样的图形。那么最高的点就是1，3维橘黄色的点在3维坐标中就会向下突出，形成一个凹槽的图形，最低点是-1。白色的点就是坐落在0点平面上的点。神经网络对这幅图中的点进行回归任务，意思就是要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曲面和这些输入的数据的点一致，或者说相吻合。我们可以用2层的一个神经网络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第一层的话是4个神经元，第2层的话就2个神经元。我们开始运行，可以看到网络比较小的情况下，运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看输出的图形，这张图怎么看呢？它有些类似地形的等高线，一圈一圈的套起来，将3维的图形投影到了2维的平面上。在我们这幅输出的图里，蓝色越深代表越高，橙色越深就代表越低，白色就是接近于0点平面的地方。这个神经网络其实输出的是一个拟合了输入数据的3维图形，大概是这样子的，只是在网站上给出的是以颜色为标注的，类似于等高线的图形。我们可以看到，与分类任务不同，回归任务的目的是预测某个输入数据后能够得到的值，结果在数值上是连续的。比如预测股票市场某只股票的收盘价格，预测1周后石油的价格，预测1个月后大米的销量。好，我们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解了监督学习和它的2种任务。那么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 unsupervised learning 和监督学习相对应，就是输入数据是没有标签的。比如这幅图，在这个2维坐标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点的颜色是一样的，都是黑色的，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它们显然聚集于2个不同的区域，因为是一张2维的点图，所以人类凭直觉就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出来。
或者是这张图，一些点组成了一个圈的图形，另一些点组成了一个方形的图形。虽然这些点都没有颜色，但是人类可以非常直观的理解，这些点应该属于不同的两类。像这样找出没有标签的数据之间的结构和从属关系，在机器学习领域就叫做聚类 （cluster analysis）。屏幕上的例子是2维的，我们可以一眼就认出来。但是如果是1000维甚至上万维的空间中有数以百亿的数据点呢？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类可以把它想象出来，也不可能把这些点的聚集情况都画出来。比如说，网络上有数以万亿计的文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哪些文章是相似的？哪些文章讨论的是菜谱？哪些文章讨论的是量子场论？要是利用人力来做这些事情，估计到宇宙的尽头那也是完不成的。所以这个时候，神经网络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很多种类的神经网络都是为非监督学习而设计的，比如说霍普菲尔德神经网络 （Hopfield Network）、波尔兹曼机 （Boltzmann Machine）、自编码器 （Autoencoder） 以及干网络、生成式对抗网络。这些网络我们之后都会做详细的介绍，还请大家关注啊。这里我们引用维基百科的一幅图来看一下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各自的应用领域都有哪些。我们可以看到，监督学习是右边这个圈，主要用来完成语义识别、图像识别、问答模拟以及情感分析等等的工作，这些都是现在人工智能必不可少的基础。监督学习的数据是要有标签的，而这些标签来源都是人类一个一个加上去的。像 ImageNet 这样子人工加标注的图像数据库，像 WordNet 这样子人工按词义分组的词义库，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为此，本频道向这些项目的发起人以及所有的参与者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感谢。这2个圈中间重合的地方就是图像描述和语言翻译，这2个方向已经需要人工智能有一定的创造力了。对于一张新的图片，不仅要识别出图片中各种物体，更需要理解这些物体之间相互的关系。这种具有创造力的表现，只能通过非监督学习来实现。再往左边就是完全依靠非监督学习而实现的功能，比如图像和视频的生成、自然语言的对话、写文章、语音生成等等，这一块就是所谓的 GAI（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家可以看到，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的是创造力，这一点恰恰是非监督学习所擅长的地方。创造来自于理解，一味的模仿是无法实现突破的。当然，模仿也是理解的基础。不过，没有理解的模仿，最终只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罢了。我们知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投资，自2023年以来有一个快速的爆发式的增长。我们在 AI 投资的那一集中引用了权威的调查报告，做了详细的解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返回去再看一看啊。下面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强化学习。强化学习是机器或者说是智能体在与环境交互的过程中如何选择自己策略，通过自己的行为与环境互动，最终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学习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人类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智能体。当我们还是1岁小孩的时候，如何学习走路就成为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的当前状态是站立的，那我们的策略可以是向前迈左腿，也可以是向前迈右腿，也可以是左腿向左迈，也可以是左腿向右迈，等等等等。这其中左腿向右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极有可能导致摔倒。这个时候大脑获得的奖励 reward 就是负的，而左腿向前迈，右腿向前迈都是不错的选择他们在大脑中奖励基本上就是相等的。这样我们就会勇敢的用左腿迈出了我们人生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就是我们采取的行为 action。而这个时候
我们周围的环境给到我们的反馈就是我们离妈妈又近了一点。这个就是强化学习的一个例子。关于强化学习，一个最著名的产品就是 AlphaGo。众所周知，它会下围棋，而且下得非常好。对 AlphaGo 而言，棋盘的现状就是它的状态。策略空间就是把棋子放在围棋棋盘中的哪个点上，奖励就是赢得概率的增加。行为就是落子，环境就是对方采取的行动导致的状态的变化。可以看到，强化学习在现实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学习种类。任何有对手盘，或者说要和环境交互，然后做出相应的行为的人工智能，都需要做这样子的学习。所以，强化学习的应用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除了下棋、打游戏、机器人、自动驾驶以外，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如何改进制造流程工艺，从而达到更高的产品质量；在金融领域，如何优化投资组合来获取稳定而高涨的收益。那么像如何优化交通网或者说是电信网的负载均衡，如何去更加精准的投放广告，那么这些都是强化学习的重要的应用领域。以上就是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强化学习的简单介绍。有问题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进一步的讨论。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那么我们下期再会。